Right， so 今天我就来到了德国 Munich 来试驾 G90 M5， 也就是第7代的 BMW M5。我们聊的第一个 part 就是大家最多声浪、最多人投诉也好，最多人在网上留言的也好，也就是它的车重。因为这一台 G90 M5 呢，它的车重是从2435公斤到2510公斤起。也就是说呢，这一代的 BMW M5 它比 F90 的 M5 重了大约500公斤，不是重50公斤，不是重100、200、300，是一口气增重了500公斤。But why？ 为什么 M5 会突然间增重这么多？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BMW 他们要保留 V8 引擎，他们不想要在 M5 身上downsizing到maybe V6 Twin Turbo、V6 PHEV。或者是 4-cylinder PHEV， 像 这个C63 这样子，所以 BMW 不想要这样子做，然后呢，他们又要维持着 V8， 那维持着 V8 为什么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很多的大厂都要 downsizing Hybrid、Mild Hybrid、PHEV？ 主要是因为 Euro 的这个 emissions 排放法规，像我所知道的，从2024年9月1号开始，他们就已经进入了 Euro 6E， 到2028年他们要进入 Euro 7， 也就是说在2028年基本上大排量的引擎不可能存在于市场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德国没有限速的路段，没有 speed limit。 Let's go， 到 shift。到 shift， 它的这个 S68 的 4.4L V8 Twin Turbo 引擎，它能够 produce 585个 PS 跟750 Nm，which is F90 的那一个 M5 competition 有600个 PS 跟750 Nm， 所以 actually 它的引擎是 so called detune 一点了的。所以现在呢，它的这一个电动马达能够提供额外的197个 PS 跟280 Nm， 所以它的 combined power 呢是一共多达727个 PS 跟1000个 Nm，but 虽然它已经从600个 horsepower 一次过加到700多个 horsepower， 但是它的0 to 100并没有更加的快，它的0到100是 3.5 秒，也就是说之前的 M5 competition 大约在3.3 秒左右啦。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去它的这个所谓的 EV mode、Hybrid mode。因为现在这边的限速是下到了120。So 我们回到刚才关于车子重的这个问题啊。So BMW 大家要知道啊，其实每一代车型的 life cycle 大概是在6-7年左右啦。也就是说，这个 G90 M5 呢，它的 life cycle， 它的 lifetime 大约是从2024年到2030年。所以 BMW 在 F90 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要打造这个第7代的 M5， 他们就在思考说，他要怎样设计一个 M5 是可以在 market 上面通过各项法规一直生存到2030年。Right， 所以对于 BMW 的工程师来讲，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直接不要引擎 ，Right， 直接从4.4L V8 Twin Turbo 变成 No Cylinder， like Rolls-Royce 这样子，你直接不要掉了，一个 cylinder 都没有。可是到最后BMW 的这个 M 工程师他们折中的方案就是觉得因为对于 BMW M5 的潜在客户，他们的主要客户群来讲， rang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一个电动版的 so called iDrive M60， 那台车子呢用80多 kWh 的 battery， 它的 WLTP 大约是512吧。我们知道512对于一个 M60 来讲，轮圈这么大，加这么快，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看更现实一点的 EPA 来讲，i5 M60 的 EPA 是412公里 ，which is 对于一个 M5 的车主来讲，有一点不是这么实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限速，我们回到高速 ，right go。Oh my god！
我在试驾这一台 G90 M5 之前，前几天我已经驾了 3.0L Turbo 的 M3 跟 M4。所以 M3 M4 of course 500多个 horsepower，非常有力的车。可是当你在 highway 你 throttle 下去的时候，不管你怎样快，车子怎样轻，你还是会面对到 turbo lag 的问题。Even 它是这个 Jack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可是这个车子 on straight line acceleration， 哇老诶，呼呼，哇老诶，哇 my god。OK， 接下来，哇 OK。那这个 G90 M5 呢，它的 fuel efficiency convert 到来1个 liter 能够行驶 9.7 公里，然后它的 fuel tank 比较小，因为之前大概是69 liter， 现在因为可能 PHEV 它的 fuel tank 只有60个 liter， 所以60个 liter 乘以 9.7 公里，就是说它在不考虑电池、不考虑电动马达的情况下，它可以纯油行驶500多公里 ，right？ 然后它的电动马达16.8。可以给它行驶 up to 69公里 WLTP， 油电混合 hybrid 下来，这台车子怎样打个30% 折扣都可以行驶500多公里 ，which is i5 M60 做不到。哪怕是如果你要把 i5 M60 let's say 去到 i5 M70、i5 M80 都好，都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在电动车的世界里面，当你要 performance 的 EV， 你要牺牲掉的就是你的续航里程，你的 EV range。所以呀，我们都知道 BMW 可以，我觉得 i5 M60 它还有潜能的。他们现在 i5 M60 是 3.8 秒 ，M5 是 3.5 秒。如果 BMW 想要，它大可以去加快这个i5 M50、i5 M60 的这个 output， 给它去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可是当你越快，可能续航里程就是去到300-400 ，which is 没有 point。因为对于 M5 的车主来讲，他们的要求，他们最在乎的东西，回到最后还是 range。他们要从德国开去瑞士，开去荷兰，开去 Denmark， 开去 Sweden，right？ 所以 PHEV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可以走油，你可以走电，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 as fast as possible。200 ，OK， 这个 Golf 要出来，这个 brake 也是非常非常的 smooth。讲到 brake 它虽然是一个有 engine 的车，不过你可以去调整它的 regen level。Go。230多 ，OK， 再来 Go。它的 speed limit 是250 km/h，but with M Drivers Package 它可以去到 more than that， 270、285。我知道在很多国家的限速120、130、110，可是我们现在在 Autobahn， 我们在德国，然后这个 M5 它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是美国、德国才到英国。所以 BMW M5 虽然要承担 PHEV 的副作用，就是车子很重，坦白讲，当你在加速，当用这个电动马达去 cover 掉 turbo lag 的时候，它整个加速非常的 smooth， 不管你加中速、慢速还是高速，它都非常非常的 smooth， 它整体的驾驶感跟乘坐感都是优于之前的 M5。而且你看我现在这台车子呢，我是处于 fully electric mode， 因为它的这个 18.6 kWh 的 battery 可以让它行驶 up to 69公里。其实这个东西就跟 BMW XM 很像，只是 XM 电池稍微大一点，然后 XM 的 EV range 可以去到 up to 88公里，所以它的在e-drive 的情况下，它的 speed limit 是可以去到140 km/h。然后我现在切换去fast lane， 我还在 no limit 的这个路段。OK， 你看这边 steady 的，你一打到新的没有人会再 outspeed 了。OK，keep rolling go。看来我现在是处于 pure EV mode， 可是你还是能够听到一点 so called engine sound。你看 ，OK， 猜，我电池还可以走52公里啊 ，by the way。OK， 现在是 pure EV mode 142 km/h， 而且当我松开踏板的时候，它是 max regen， 你可以 adjust 3个 level 加速。when 你在 pure EV mode 的时候，这个时候 4.4 liter V8 Twin Turbo 引擎是睡觉了的，所以它的这个电动马达可以提供197个 PS 跟280 Nm 加速。
还是有力的哈，它不是说EV 就没有力，你看 Pure EV mode。所以再来 BMW 也为这个 M5 提供了所谓的 Iconic Sound Electric 或 Iconic Sound， 所以这边有一个 M Sound。那注意啊，这个 M Sound 呢，它只是 Artificial Sound， 所以我现在把它关掉，我加速，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 ，OK， 我再加速。Sounds weird， 所以你看，你关掉 ，OK Go， 完全没有声 ，just like any other EV on go。你在 M Sound 你会听到引擎的声音吧？它是很微很冒了，它不是那种嗡嗡作响这样子的。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开了 ，OK。我们再讲多一个关于它的重量了。很多人都会讲啊 ，M5 重到这样子已经怎样怎样子。可是你看啊，它在市场上的对手啦，我们讲V8 或者 X cylinder 的 PHEV， 其实还有一个对手是 Porsche 的 Panamera Turbo SE Hybrid， 那台车子是2435公斤左右，所以跟 BMW 这个M5 差不多一样啦，它的 power output， 它的 EV range 差不多一样。所以我记得之前我在Sepang驾这个 Porsche Panamera Turbo SE Hybrid 的时候，那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车子很大辆，可是你好像驾着一个游艇，当你要去 corner 的时候，它有一点 speedboat 的那种 feel， 就是它可以去 counter 掉车子的重量。因为以今时今日的技术，我们要相信科技，我们要相信 engineering， 我们要相信 M 的工程师，他们绝对有这个能力去 counter 车子的重量。把这个 driver 车手车主能不能够 counter， 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以在Porsche Bentley 家族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会用 48V 的 anti-robot system 去 counter 掉那个东西。或者我之前在Taycan Panamera 吃到的那个 Porsche Active Ride， 就是用一个避震器去避震它的避震器 ，which 在 Rolls-Royce Go 身上也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以这个 BMW M5 来讲呢，它具有那一种 Rolls-Royce Go 的车重。它具有 Bentley Flying Spur 的车重，它具有所有这种 Ultra Luxury Limousine 的车重。你回到最后，你要问你自己，你买的是一个 M5， 你不是买一个 i7 M60， 你不是买一个7 Series， 你不是买一个760i， 你买的是一台5 Series， 而且是 M5。所以 M5 跟一般的5 Series 有什么不同？最重要是 Motorsport 那个 M， 所以 M5 它必须要有 Motorsport 的血统，它必须要保留着那一种赛道的纯粹，那种热血，那种热情。所以你会看到之前有 M5 CS 4个 bucket seat， 我们看到的 M4 CS、CSL 等等这样子的车型。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前几代的 BMW M5 呢，在那个时候 BMW 的 M 车型是相对来的少，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 M。EV，OK， 所以你可以看到2023年 BMW 最好卖的 EV 车型是 i4 M50，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看2024、2025、2026、2027，一直到2030年 BMW 的 EV 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I mean EV 的 M Class 啦，我觉得没有办法啦。你回到我影片开头讲的，它必须要活到2030年这个 4.4L 的 V8，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BMW 已经停产了这个 V12 引擎，现在 BMW 的 V12 引擎剩下几款 Rolls-Royce 在用着Rolls-Royce Go、Rolls-Royce Phantom、Rolls-Royce Cullinan。After that, no more V12。然后以这个 X cylinder engine 来讲呢，我们看 G30 的时候呢，在 G30 的时候，其实除了 M5 之外，还有一个 M50i 是用着 X cylinder 的引擎。可是来到这个 G60 Series，其实只有 M5。I mean G90 M5 可以用 V8， 所以因为我们讲不管那个 G60 怎样厉害，maximum six cylinder 就是它的极限 ，right？ So let's go。哇 ，so smooth。那首先坐在这边呢，就跟一般的就跟一般的 G65 Series 非常的像。但当你引擎 kick in 的时候因为该坐在前面你不会 feel 到，你坐在后面你就会听到这个 M exhaust 的 system， 它的排气声很饱满、很深厚、很浑厚的这种
排气声浪，而且是非常舒服的。这个 BMW M5 它的悬挂系统，它用的不是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所以不管你在什么驾驶模式，它不会去将车子升高或者将车子降低，因为回到最后它是一个 M， 它不是 i7。毕竟对于 M 血统来讲，我觉得 Adaptive M Suspension 是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我们都知道消费者要的东西在 Comfort 跟 Sportiness 中间你要取得一个G-Force can feel it，holy shit， 你知道吗？今时今日，你说汽油引擎啊，坦白讲啊，你去到 V12 NA 都好的那个 G-Force 都不能够跟电动车比，没有。可是因为 PHEV 啊，当你会 feel 到车子在加速的时候呢，它没有延迟的。它没有延迟，它一到 shift 一个 gear 两个 gear， 砰，它就来了。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M5 CS 啊，他们为 M5 加入了4个 bucket seats， 整个 carbon fiber package 让到那个 M5 CS 降低了70公斤。当然我会在想，为什么 BMW 还是可能他们还没有为这个 G90 的 M5 提供一个so called competition 版本，或者是 G90 M5 CS，I don't know， 总之就是更加track focus， but yeah track focus， 你确定吗？确定买 M5 looking for track focus？ I don't know。 So yeah， 据我所知是没有啦，他们没有这个打算为 G90 M5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因为根据 M5 CS 的那个，M5 CS 的那个 demand 啊，他们发现到，即便他们提供了这么 hardcore 的 bucket seat，去选配这个选项的消费者，毕竟还是占少数，所以对 BMW 来讲，其实 no point 啦，因为你还是工厂打开门做生意，你还是要在销量在追求 M 的 track performance 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做到现在这个 M5 的后面，即便你知道吗，我们很急速的左右摇摆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给你一定程度的 comfort level，but 不是7 Series 的那种 comfort 啦。OK， 现在我们离开 Autobahn 来测试看一下 M5 在这样小条的 B Road、Country Road 上面的表现。那毫无疑问的 BMW 5 Series 从 G30 到 G60 的时候，车子已经更加的长、更加的宽，然后这个 G90 又是在 G60 的基础上，它的 front track 更加的宽，它的整个车子更加的宽然后稍微低一点点，重点是它整个车子看起来更加的比较bulky一点点啊，所以驾驶座的这个位置，我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点接近7 Series 这样子你看尤其在right hand drive 比较难agar这个路线，我会觉得车子真的是会有一点要小心啦。好是好在 BMW 这一次就为这个 M5 就标配了 Integral Active Steering BMW 的叫法啦正常来讲我们叫 Rear Wheel Steering 或者 Four Wheel Steering， 所以当你在小路做 U-turn 的时候，你会好像驾着一个轴距更短的车。你知道每一次在欧洲的这种乡间小路驾着这种大 CC 的引擎当你去绕去拔潮的时候，你会有一点 guilty， 你会 feel 到有一点内疚去叫到他们，特别是在早上在清晨的时候，因为大家在睡觉，然后你就嗡嗡嗡这样子吵到整个town。然后特别是像你看在欧洲很多的 Heritage UNESCO site你差不多好像我没有记错在米兰还是罗马，当你的车子要进入市中心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 sticker有那个 Euro EU 的 emission sticker， 所以我会觉得 on the bright side M5 它有更多的可能性，它可以让你去到更多你想要去的地方，它可以让你做到更多的事情。Yes， 它很重，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它很重。其实买 M5 的车主，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下 track 的，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他们要下 track， 他大可以买 M3， 他大可以买 M4。所以我现在用着的这个驾驶方式，这个驾驶姿态，在过去6代的 M5 都给不到你。OK， 我们讲的是移动跟移进，以前它能够移动，不能够移进，现在 M5 它能够动，也能够进，所以它可以进如处子，动如脱兔，你可以加快，你也可以加慢。因为呢 M5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 sleeper 的 character， 就是我不要给人家知道我驾的是一个 M5， 最好你把它当成是一个510i 就好了。可是当你一 start engine 的时候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你看 E60 你的 engine 一 start 那一刻，直到你熄火那一刻，没有人会怀疑，没有人会把你那个 M5 当成是 520i， 没有，因为你根本隐藏不了你的身份，你根本掩饰不了。可是这个 M5 可以，如果你不要去 spec 那些
非常夸张的 M Performance Part 那些 Carbon Fiber， 然后去选择这个 Speed Yellow 乌泥的颜色，你就选一个 Frozen Grey 或者你选一个白色等等。真的，你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 530i。还有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在午餐的时候再补充给大家知道。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加入 YouTube members，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